說到語音輸入法呢，以前呢我們在 iPhone 上面呢一定會提到 Siri， 在 Android 上面呢一定會提到 Google 的語音輸入法。不過呢，這些語音輸入法呢用久了之後，你就會發現其實也是蠻多缺點的。比如說像是一些冗贅的詞啊，講錯的部分，如果你要修正再調整的話，就會比較麻煩一點。那今天呢，我們要來分享的這款語音輸入法呢，它會自動修正你的贅詞，自動修正你講錯的部分，還可以直接翻譯，非常好用哦。往下來看吧 ，Go！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湯。說起 AI 的發展呢，這個語音輸入法加上 AI 的結合也該出來了吧？其實之前呢就已經陸續推出了蠻多 AI 語音輸入法，都還蠻好用的。只不過這個蠻好用的，只是局限在語音輸入法這件事情上面。但是你要說真正語音輸入法的話，其實我覺得還有蠻多功能就要去做的。但是呢，像我們今天要介紹的這款 Tablets AI 語音輸入法，我覺得呢，它已經完成了目前我所想的真正的語音輸入法的功能的部分。比如說呢，像我們講話有一些這種贅詞，它會自動幫我們去掉；或者是我們語音輸入法到一半的時候，某一句話講錯了，它也可以幫我們自動修正。最厲害的是，今天假設我們某個語言沒有那麼厲害，但是我們希望呢講完之後，讓它幫我們再翻譯成其他語言，這也是完全沒有問題的，而且還有更多附加功能哦。今天我們就一一來跟大家做分享吧。首先呢，要先跟大家聲明一下呢，這個 Tablets AI 語音輸入法呢，完全不是業配。其實這個 AI 語音輸入法的工具呢，前陣子呢我就知道它的存在，那也蠻多網友也跟我詢問，這個語音輸入法到底好不好用？好，那最近這幾天呢，我蠻認真的去使用它。今天呢，有空來跟大家簡單的來分享一下使用的心得，以及呢，它到底有什麼好用的。那我先說一點小結語好了。這個 Tablets AI 語音輸入法呢，我覺得它的好用的部分不在於它的語音輸入法，而是在於它語音輸入法之外的附加功能，我覺得是更實在的。那這個部分我等一下會一一的來跟大家做一點介紹。再來呢 ，Tablets 呢目前的作業系統呢支援 Windows 也支援 macOS。那手機的部分呢 ，iOS 已經上架了。那 Android 呢，目前還在開發中，所以呢，大家呢如果想要用的話，就再稍微等一下。那今天呢，我們全程呢都會用電腦版來做示範，因為手機版沒有全部的功能。那電腦版呢有完全版的功能可以去做使用，而且在電腦版上用呢，我覺得真的是非常的實用。第一個呢，你安裝完之後要做兩個設定。第一個設定呢，我們點擊設定進來之後，可以看到下面有個翻譯目標。這個翻譯目標是做什麼呢？就是它有其中一個功能，就是當你講完之後，會自動幫你翻譯成你選擇的這個目標語言。比如說我講中文，它就幫我翻譯成英文。那這邊語言呢，你可以自己去選擇你要翻譯成哪一個。好，第二個要設定的部分非常的重要，就是語言變體。你這邊選擇語言變體，點擊之後，中文的部分呢，它預設是簡體中文，中國大陸這個呢就很簡單，它就是你的中文要用什麼來呈現。那像英文呢，它有很多種英文可以呈現。中文呢，它就是有簡體，好，繁體中文有香港跟台灣。所以你記得，如果你在使用之前呢，記得要先在這裡呢把它改成繁體中文台灣，這樣你講的話呢，它呈現的文字才會是繁體中文哦。這兩個設定完之後呢，就可以開始使用。那你要自己注意一下快捷鍵。像語音輸入這個 FN 在 Mac 上面是用 FN， 那按住的時候就可以開始講話，放開它就會輸入。那另外免詞模式就是 FN 加 Space， 按下去之後你就可以開始講話，一直講，講完之後再按一下 FN， 它就會輸入。第三個就是翻譯模式，就我剛講的，比如我今天講中文，你按下 FN 加 Shift 之後，我就可以講一大串中文。開始輸入的時候，它就會幫你作為這個翻譯目標呢，變成英文，幫你輸入進去。這個等一下都會示範給大家看。那今天呢，所有的操作呢，我都會在這個 Word 裡面來示範給大家看。當然，這個語音輸入法呢，你在任何的地方只要使用快捷鍵都是可以用的，所以呢，不是局限在 Word 上面。只是我今天呢是用 Word 來做示範給大家看而已。好，首先我們來試一下最基本的語音輸入法。那這個語音輸入法呢，隨便講沒有什麼，重點是呢還要講得快，讓它去辨識的精準，這才比較重要。所以呢，我們接下来呢會用一小段話，然後讓它來做辨識給大家看。好，比如說呢，我等一下呢會念這一長串文字，然後把它念得非常的快。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它這個輸入到底準不準確。
這個問題呢，我應該已經被問800次了。公司電腦有很多基於安全性，不希望大家在電腦裡面隨意安裝軟體，會將權限鎖起來。因此，想要在電腦使用其他軟體的話，要先通過網管這一關。不過，大部分軟體呢，其實都導致到免安裝版，比如像今天要分享的NAS電腦版免安裝版本，當然也是找得到的。阿湯今天就來分享最新版本的免安裝版給大家，以後就不要問我嘍，我有空也會持續更新最新版本的。好，我剛剛講話呢，完全沒有加速哦，但是你可以看一下這個辨識的部分，完全沒有問題。而且呢，重點呢，像我剛剛這個免安裝版，它後面居然還幫我自動括號這個英文的翻譯的版本的部分。那其他文字的部分呢，包括我自己的這個阿湯這2個字也完全都沒有錯。那你知道，像我平常在錄這個影片的這種語音，有時候我送去給這種 AI 的這種字幕工具，有時候呢還會偵測錯誤，但是這個語音輸入法一個字都沒有錯，所以你看這個辨識真的蠻準確的，而且我剛剛講的速度是非常的快了，標點符號也幫我自動分好了。重點是呢，像數字或者是英文，它和中文之間呢會自動幫我做空格，這有什麼作用呢？主要是讓我們閱讀起來比較舒適。這部分呢是語音輸入法的部分，這個我就不多做測試了，因為語音輸入法是它最基本的一個功能。重點是辨識真的蠻準確，而且我可以講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快。接下來我們想要分享的就是它的一些額外的附加功能。這個呢，我覺得是 Tablets AI 語音輸入法裡面呢最重要的一個部分。好，首先我們來講一下第一個附加的功能，就是會自動修正錯字。認真來說呢，它也不是修正錯字。以往呢，我們使用語音輸入法，比如說像在 iPhone 裡面使用 Siri， 或者像在 Google 裡面使用 Android 的這種語音輸入法，那我們通常呢，如果講錯字的時候，它會把所有的錯字都一併輸入進去嘛，或者是我們卡詞的時候，那也都會幫我們輸入進去。但是這個 Tablets 呢就不會，它會把我們這些錯的啦、卡頓啦，自動幫我們去掉，會只有保留我們想要講的這個話的部分。我這邊呢來試給大家看一下這個問題呢，我應該也被問800次了。這個公司電腦呢有很多基於安全性，不希望大家在電腦裡面隨意安裝軟體，會將權限鎖起來。好，給大家看一下，我剛了一大堆哦，然後它都不會輸入進去。你看，它一樣照我想要的部分自動幫我輸入進去。所以這個我覺得才是真正語音輸入法的精髓，會幫你這些贅詞啊、卡頓的地方呢，直接幫你通通去掉，然後保留了原意下來，那你就不用再去做修改。這個呢是第一個部分。接下來我們來試第二個，我覺得附加功能也很實用的部分。第二個很實用的部分呢，就是自動排版。好，這個自動排版除了我們剛剛這種很冗長的文字，你可以看到它幫你自動分段加標點符號之外呢，接下來我們要示範第二種自動排版的功能，也就是呢列表的部分。比如說我們今天想要列這個採買清單，那一般來說，如果我們用語音輸入法，它是不會自動幫你換好或是加這個列表符號嘛。那我們來看一下，在這裡如果我想說呢，我想要這個購物清單，然後講一大堆列表出來，它會怎麼排版？購物清單：木炭、瓦斯爐、豬肉、牛肉、羊肉、青菜。好，你看這個購物清單，它會幫我列成這樣1、2、3、4、5、6。而不是呢，像我們以往的語音輸入法，它是直接橫的一整排，那頂多可能加個頓號什麼的。這個是我覺得第二個附加功能很棒的地方，就是一些常用的排版，你在講的時候呢，它就自動幫你排版出來，而且讓你在列這種清單就可以很詳細、很清楚。接下來我們要示範第三種附加功能，也就是我們剛剛設定的翻譯目標。簡單的說，就是我今天講中文，它就會幫我自動以英文的方式輸入文字出來。好，這個部分要怎麼去做使用呢？像以 macOS 預設的快捷鍵是用 FN 加 Shift 嘛。好，我們來試給大家看。FN 加 Shift 之後，我會講中文哦。大家好，我們接下來分享的是 Tablets AI 語音輸入法的使用教學，以及一些附加功能的使用。好，可以看到呢，即便是這種中翻英的輸入方式呢，它這個辨識也非常的快，而且很準確。一樣的，就算你有一些卡頓或是贅詞，它都會幫你自動去掉。那這個翻譯的部分呢，我覺得也不是只有快而已，也翻譯的還蠻好的。這個呢，第三個附加功能呢，就是這個翻譯的功能，我覺得也是在日常生活中非常實用的一個功能。接下來第四個附加功能也是非常實用的。平常呢，如果我們在回信的時候想要潤飾這個信件內容，
有一些方式，比如說如果是在 Gmail 裡面，我們可以交給 Gemini， 那直接用 Gemini 來做修正嘛。如果是在其他的信件軟體裡面，我們要結合 AI 會比較麻煩一點，我們就會變成把信件複製到 AI 去潤飾後再回來嘛。但是呢，用這個 Typeless AI 語音輸入法呢，你只要全選你的內容之後，那你就可以告訴他潤飾這封 email 就好。那比如說我這樣講，幫我潤飾這封 email， 有沒有？他就幫我把原本的 email 內容，然後稍微把它潤飾一下，改得更長，然後講的這個用法也比較完整跟專業一點。這個功能我覺得也是非常實用的。那這個部分呢，在任何的位置你都可以叫它去做潤飾這個用語。再來第5個附加功能，也是在語音輸入法裡面，我覺得也是非常實用的一個部分。那像我們剛剛呢有測試過，它會去修正你這些贅詞的部分嘛。那其實就算你講錯了，你也可以自己語音修正它。那比如說呢，我這邊會來示範給大家看。嗨，阿湯，我覺得我們先約下周5好了。等等，不對，我們是要約下周一，有沒有？我們剛剛是先講下周5，但是我先跟大家講說，等一下我們是要約下周一。那這個部分呢，你看這個語音輸入法的部分，它就會自動幫我去做修正。所以這個呢，如果你在語音真的講錯某一句的話，你直接告訴他要修正的是哪一句就可以了，它自動就會幫你做修正了。這個功能也真的是超級實用的。好，基本上呢 Typeless 呢就是這5大功能啊，就是我們剛剛介紹那些功能。那我覺得每一個附加功能都非常的實用。那特別是語音輸入法的部分，我覺得真的是目前用下來最準確的一款。好，那最後跟大家分享一下它付費跟免費的部分。這個費用的部分呢，我就見仁見智啦。如果呢你自己真的有常態性的使用需求的話，我想1個月$12應該是還好。但如果你的用量不多，如果只是一般聊天使用的話呢，像這個免費版本應該是蠻夠用的，因為它每周呢有4000字可以使用。那輸入呢其實真的非常非常的快。那我們剛剛所有用到的功能呢，在免費版本裡面基本上都可以使用啦。只是呢，像在專業版本裡面呢，這個處理起來的速度會是真的比較快一點。然後我之前在使用的時候呢 ，Android 的版本呢其實還沒有推出。不過呢，我現在注意到了它 Android 版本其實也推出了，所以呢，我修正一下我前面講的，它目前呢 macOS、Windows、iOS 跟 Android 都是有的。那它有一些安全的機制，比如說呢，數據呢它不會保留在它的伺服器，也不會用你的數據呢去做訓練。這些所有歷史記錄呢都會保存在你的自己的電腦上面，所以大家在使用呢可以安心的去做使用。看完上面的介紹之後，你是不是也對這款 Typeless AI 語音輸入法呢開始躍躍欲試了？我自己呢用了幾天下來，真的是蠻好用的，而且辨識的準確度呢，甚至比我把語音直接上傳到 Gemini 去讓它去做辨識都還要來得準確。加上這個標點符號的分割，或者是像數字英文跟中文之間的這個間隔，都做得非常的好。所以這款呢，我認為呢，應該是目前我用下來最好用的一款 AI 語音輸入法了。今天的影片我們就介紹到這邊啦。如果喜歡今天影片，別忘了按讚、訂閱、分享，還有開小鈴鐺。如果想要知道更多 AI 相關的工具或是教學的話，別忘了在底下留言告訴我。我是阿湯，下次見，拜拜。